大家好，欢迎来到 Dr. Fish 频道。有很多人认为水产养殖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行业，所以说呢，要很多人想要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呢，都考虑的非常多。这样呢，今天我针对这个话题来说呢，来跟大家做一些分析，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可以对这个水产养殖业来说呢，可以更加理解，而且不会会解开很多的一些谜团，啊。至于说在传统的水产养殖业来说呢，比如说钓网养殖啦，池塘养殖这些之类的比较偏向于传统类型的养殖方法呢，基本上它的风险确实是会比较高，因为呢，这些养殖的环境呢，基本上都是很依赖大自然的一个条件来去进行它的所有的水产养殖活动的。如果一旦天气变化了之后呢，或者是水质变化的情况之下，甚至于说一些病害突然间爆发的情况之下，在这种比较传统性质的养殖模式来说呢，肯定呢是比较难去得以控制的。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确实这种风险呢会相比之下会比较高，所以突然间全部死亡的一个现象呢，也存在的非常的多啊。就哪怕是我们去把我们的那个养殖环境去选择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呢，也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那现今的水产养殖呢，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呢，目前我们一直在推广的一种养殖技术模式，就是这个内循环室内养殖系统来去进行这个水产养殖活动的。这样至于说内循环室内养殖系统呢，我们简称 RAS。RAS 系统来说，来去养殖，基本上这个风险方面呢，我们呢都可以控制得非常好，把很多传统养殖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把它解决，或者是把那个风险降到最低。而且呢，在养殖效率方面来说会比较高。为什么呢？因为来说这个室内养殖系统内循环室内养殖系统呢，它都是就是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将大自然的一个这个原理呢，生态原理呢，把它用科技的形式来去将它浓缩在一套系统里面去进行这个水产养殖活动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针对鱼所需要的一个养殖条件，来去提供这一个这种环境来去给我们所养的鱼或者是虾。然后甚至于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避开很多的风险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基于我们不用这种系统的养殖模式呢，我们不用那个不依靠大自然的环境跟条件来去进行这个水产养殖活动呢，所以说很多的条件是我们去提供来去完成整个水产养殖活动的。这样子相比之下呢，在我们这种提供的条件之下呢，我们也可以比较好的去控制以及管理，或者是避免开一些不必要的风险。所以说呢，到现今为止呢，是使用这种模式来去养殖呢，可以这样子说吧，成功率会是比较高，风险是会比较低的。那为什么呢？我相信呢，看我这个视频的人呢，有很多已经尝试了使用这套系统来去养殖这个鱼，但是最终呢，的结果都是失败。那是为什么呢？其实呢，这个 RAS 养殖模式、养殖系统呢，它是目前水产养殖业里面是最高的一个养殖科技来的。但
如果你只是从在网上搜寻一些资料啊，用一些或者看一些 YouTube 来去学习这套养殖模式跟系统的话呢，基本上是我相信成功率是蛮低的，因为来说这种情况来说，你理解的东西很多是片面，因为来说它的最难的地方是来自于这个生化科技biotech 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所整个养殖过程中呢，都是会和这个微生物来去进行打交道、进行控制，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东西。但是你们如果真的是有兴趣要想学习这一门技术的，可以去寻找一个比较正规的方法来去学习来去学习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一个方法来去掌握这一门技术，那成功率是可以获得很高的。我也是对于这套系统呢，就是运用跟经历了非常多年，所以说它的那一个潜在能力呢是非常大的，而且在目前的环境条件的需求或者产量需求方面呢，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结果，而且呢，在它的发展的趋势呢，或者是发展的空间呢，是非常庞大的。所以说呢，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多多的向我咨询我希望今天的那个视频来说呢，可以帮助到你们解答内心的一些忧虑或者是一些误解的一个地方。OK， 希望下一次我可以为大家分享更加多。OK， 不要忘记来去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将我的频道这个视频呢多多转发出去可以让大家更加多的学习到这一方面的知识。谢谢大家，再见。